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新鲜的开箱，就是这几天刚刚出货的 DX46 T800 战损 2.0 啊，由 Hot Toys 公司出品。这一款也是刚刚发这个出货图啊，然后旗舰店就已经上了，今天就在这里了。非常大的一个箱子，还挺沉啊，上面的产品的编号啊，老样子，牛皮运输箱。然后我们来拆开这一款呢，它一共有2个版本之后呢还会出一个无损版，它这一个呢是个战损这次 HT 还是分了2次我还以为一开始开一个新的会把战损跟无损放在一个里面那我想那也太良心了但是这一次 2.0 版本的 T800 战损也是让人非常期待。好，我们把盒子打开现在海鲜市场的价格的话，昨天我瞄了一眼大概也要3000出头了，3200多还是价格挺高的。OK， 首先这个外包装的风格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跟之前T1000 的那个风格有点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 T800 的一个标志，然后这边是一个战损脸也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包装。背面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厂商。OK， 我们现在就来抽出来看一下。拉开了以后传统的一张峰会又是一张主体的一个造型真的是非常帅而且我最早的 1.0 的版本我都觉得实际上做的已经挺不错的了，这一次不知道有什么更加的让人吸引的地方。抽开这张称值以后，内部包装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本次的这个战损的主体颜色更加的鲜艳然后这是一颗头雕，抽开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武器另外一颗头雕，还有替换的一个手型武器也比 1.0 版本多了很多比如说这把对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一层就是地台跟另外一件衣服这个地台也是带发光机构的，非常的帅，而且挺大。OK， 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来瞧一瞧主体究竟怎么样。OK， 本次 T800 战损 2.0 的主体我们就已经拿出来了首先这颗面雕我个人觉得的话象征度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象征度起码是现在量产你别说那种定制级的或者是更高级的那种顶尖定制的那种没办法比，但是量产里面确实1:6这颗脸已经是做的非常非常不错了特别是这一次 2.0 的整个的这个机械的内购的那些涂装呈现，我都觉得是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包括现在的皮衣的材料也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像我 1.0 那个已经爆的已经烂的不像样子了这个应该是会有不同的保存的时间的一个长度整个的上半身的这个身形我也觉得非常不错。唯一你说会有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感官上会稍微有一点点象征度不是非常高的，我个人觉得脸好像是偏瘦了一点点就是按照它整个的比例，如果跟脖子去比的话在镜头上面我就感觉脖子比较粗，这个脸呢稍微有点瘦了，其他问题不大虽然它是脖子跟头不是一体的，但是在侧面这个呈现特别45度角的呈现上来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脖子上的一些细节也是刻画的非常不错，特别是这个角度非常非常像在我看来已经达到了一个9分的一个神似
脖子上的一些细节伤痕、血迹包括右边的这一个战损的这个皮肉炸开来的一些细节都是做的非常的到位。然后我们再转头看一下它的后脑勺，后脑勺这里也有一个战损的一个地方，细节确实是做的非常好这一个我觉得是今年也是我开箱到现在比较惊喜的一个作品了。再搭配上它这一颗可动眼，周长的一个45度还原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好，然后我们仔细再来看一下这颗头，我们把头雕拔下来，它的发光结构常规还是在这里你从这边可以看到是安插电池的一个位置，顶部就是它的一个安装点位，从这里一个滑槽它也是一个滑槽的一个位置给它去展开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颗面雕，可动眼的话是在里面而不用再去开它这个磁吸后脑勺了，这样也会比较方便一点。磁吸后脑勺的话总归是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它这个合模线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有一点点的但问题不大这个可动眼你也可以直接用手去调节也是挺方便的，手细一点的话也能调节，问题不大然后再去通过滑槽去把它抠上去这滑槽要对准，不然的话呢你没办法去把它抠，里面有一个很细的一个点我慢慢的去给它滑上去，按上去了脖子的话呢它也是软胶材质包胶了一个脖子，整体还是不错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胸口的细节这个地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拉近镜头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皮肤组织涂装也是非常的细就算你近距离看我也觉得没什么毛病像以前 HT 的一些战损近看的话会感觉会有一点点糊，但是这次很到位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是非常到位的，不管血渍涂装近距离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这一件内搭的衣服的这个破损污渍血迹的这个渗透也是做得非常好，很不错。衣服的质感现在也是比以前真的是摸上去舒服了很多衣服也是很多的一个战损的细节都在里面整个的这个素体它也是有一点点包胶在里面的，摸上去会有一点点弹性特别是腹部这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侧边这衣服的话呢可以看到连背部的它一些战损污渍也会有而不是说前面很脏背后很干净这次也是做的比较到位的一个地方了这个衣服的话我觉得保存时间应该还是会比较长的，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稍微去皮革保养一下，平时如果放在展示柜的话，整个背的这个线条，整个素体的这个肌肉也是做的挺还原。那我们看一下手型出厂的这个手型上面的这一些战损跟血迹的涂装哇非常细，左右手也是指尖也是有做到位。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下方这个部分，腿部的这个战损细节也是做的非常的细近距离看也是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次的涂装老实说我真的是非常满意而且我可以说视频当中感觉还没有那种血淋淋的感觉，但是肉眼看上去实物，然后你在打灯的情况下，在各种的这个光线表现都是非常淋漓尽致的。小腿部也是也是有这一个战损的细节。再看一下鞋子这个部分
裤子方面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地方，就是它还是偏干净了一点。虽然说有一些就是泥呀、或者是灰尘的一些涂装，但是呢，总体上还是太干净。除了这里有个破损啊，像它的右腿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破损的细节。到了背面以后非常干净啊，整个背面都非常干净，就感觉是一个新的裤子。这一点比较可惜啊，你起码背部也可以去做一点点污渍，对吧？做一点小战损，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看着就更加舒服一点，对吧？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可动啊。首先头部的话，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本来就是脖头分离的，但是去活动的时候，尽量当心它的脖子不要去蹭到。抬头幅度也是有的，没有什么问题。低头相对来说小一点点啊，左右侧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毫无压力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臂的这里，首先我们抬手，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你穿上皮衣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可动啊。当然它纯素体或者是没有穿皮衣的情况下，它可动会更加大一点点。好，抬手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手的话呢，它实际上还可以弯的再大一点，我里面那个保护膜没有给它拿下来啊。关节很紧，手臂也有前倾，还是挺不错的。后幅度也有，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衣物的内部细节也是做的非常到位啊。到了这边可以看到全都是战损细节很满啊。可惜跟裤子相对应的话呢，就会差了一点点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腰部可动啊。首先，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回弹了，看到吧？可惜了啊，已经回弹了。然后它的腹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可动的，只能靠它腰部这一块，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幅度还是比较小的啊，有一个回弹的效果啊。往后也是差不多一档的一个空间啊，左右侧身幅度就很大了，很丝滑啊，左右是完全没有的，没有任何可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腿部的关节，首先劈叉当然不用说了啊，这个紧身的皮裤影响可动，没办法。前踢基本上接近90度，没有任何问题。屈膝，这只机械腿差不多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能再往后掰了。后踢幅度几乎没有，而且你每次掰完了以后，裤子还得重新去给它稍微收一下。这只腿反而会稍微大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纯素体的。然后脚的一个可动，我们可以往上拉一点。这个靴子的话还是做的比较高的啊。前后脚掌活动空间比较小，左右还是有一点点，但也不大整体来说，它这个靴子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比较影响它的可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在你每次调整完幅度动作了以后尽量的去规制一下它的这个裤子不然很容易卡住会很奇怪。打理还是要稍微打理一下的。它这个褶皱的痕迹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会自带一点点修复你长时间的给它拉直了以后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毕竟皮衣嘛，有一点点痕迹也是很正常的。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像这一个我现在打开来这个主体我个人起码是给一个8分的一个感觉，非常不错。OK， 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展示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众多配件，还有另外一颗头感觉究竟如何。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首先说明书这次说明书还是比较厚的我们来打开看一下首先这一面注意事项，然后再到这边头雕的一个安插方式，可动眼的一个调节。
然后发光结构的这个安装电池，然后开关这次很用心啊，把开关做在了下面，而不像我记得最早那个重甲蝙蝠侠啊，它那个开关就在这里，每次去动它的这个头的时候就很容易误触啊。这次做在了底部啊，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替换另外一个头雕，记得要把这一个脖子连接器啊也替换掉啊，可动眼。好，然后这个衣服的一个穿脱啊，替换的这个战损手臂啊都有。好，然后这边啊斜挎的这个弹药带安装方式啊，然后武器的一个可动搭配的手型，然后啊这把步枪的可动拖把可以去往后拉伸，榴弹发射器啊，然后这边啊也是啊一把手枪，然后最终决战的这个场景的一根铁棒啊长杆，然后地台的一个安装，点亮结构啊最终造型啊，再到这里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啊，有些东西就是很容易会损坏的地方，它都会特地标出来。好，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它也会给到3节纽扣电池啊，我已经提前装进去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他手型。首先，第一对手型，我们来看一看，拉近镜头啊，我觉得这个手型也是啊，可以看到这个做的这个像糖浆一样啊，非常的不错。在灯光下这个细节，我觉得做的挺好。好，下一对啊，这对手型，这次的手型我觉得真的是我个人啊觉得做的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啊，一个竖起大拇指的一个手型，标志性的啊，最后进岩浆的那一个啊，也是一个握持的一个手型。好，接下来来看一下，首先这一卷啊弹药带，这次呢也是没有给到你这个金属的，全都是一个塑料件，但是涂装实际上做的我觉得挺不错的，除了重量方面确实会轻一点啊，如果是合金件的话会更加重。每颗榴弹都可以单独拿下来，细节也还不错。核膜线的话呢啊，会有点明显，但是这个是无所谓的啊。本来你穿戴在这个上面的话呢，就，对吧？也看不见啊。整个质感的话，它也有一些战损的涂装。好，然后武器方面啊，首先这把小手枪呢，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涂装啊，我感觉跟老版的区别不大啊，也是有活动空间，给它再掰回来。当然，弹夹也是可以取出。然后榴弹发射器啊，这次的榴弹发射器的话，涂装也是做了一些改动啊，特别是握把这里，金属质感跟木纹的这个木漆的这个质感啊，更加的明显了一点啊，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也是有这个可动的一点，里面可以去放这个弹药在里面啊，也是比较紧的。瞄准器也可以去给它单独的拉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下一个，这一个啊，新规的，以前是没有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个人觉得一开始我以为是也可以去填充一些弹药的，但实际上是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除了当中可以去转动啊，这一排
是可以去转的，然后没有任何可动了啊，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涂装在里面啊，非常可惜啊。重量方面倒还行。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下一个。这一把 M416突击步枪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跟之前的区别不是很大啊，整体的这个效果，弹夹也是可以去拆卸，就比较紧啊，这个弹夹没有给到你备用弹夹，子弹也有，插进去也比较紧啊。炮壳窗的话呢是没有可动的，我看一下垃圾柄，垃圾柄也是没办法去拉动的。握把是有一个拉伸效果，其他就没有了。铭文涂装啊也是有的，啊，锁枪件也是有刻画在上面。这把细节就相对来说做的挺不错的了，我觉得。好，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其他的配件啊。首先这一个单个战损手啊，整个的皮肤细节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包胶啊，硬胶，但是做的也是不错的，血渍涂装也是有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些全是一个软胶件，所以你不用怕会坏啊，可以随便的去掰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皮肤纹理也是做的挺不错的，包括肌肉的一些线条，横膜线也完全看不见啊，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重头戏，另外一颗州长的这一颗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啊。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那一个半机械的这个脸啊，会更加像一点。这一颗的话呢，怎么说呢？啊，我们把灯光直接打在他脸上来看一下啊，相对来说相似度还是会差一点啊。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跟电影当中或者跟州长本人来比的话，啊，相似度最多只有个7分吧，啊，我个人的感官啊。但是这一边的机械战损啊，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眼神也是可动眼在底部，可以用手指去调节啊。面部这些细节还是不错的，侧面挺还原的啊，45度也不错啊。就是正面的话呢，我总感觉差了一点点意思。这次也非常可惜啊，没有给到你墨镜啊。虽然说最终决战的时候也没有戴墨镜，但是我觉得如果给一个墨镜配件的话呢，会锦上添花一点啊。就是这样。然后脖子的一个替换件啊，就在这里。好，然后接下来的那个配件就是我们的一件替换的衣服啊，这一件可以去替换战损手臂的。这件衣服也是啊，战损的情况跟主体上那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啊，只是左手的这个袖子已经完全炸裂了啊，细节也到位啊，质感也不错，没毛病。包括内购啊，内购也是有一个战损的一个细节啊，这一点也是做的挺用心的一个地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根长杆啊，搭配手型去支撑在地台上的是一个塑料件，比较可惜啊，不是一个合金件啊，所以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千万不要去折断了啊。涂装是挺精细的，还是不错的。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地台。首先，地台的这个底座啊，这个底部的这个岩浆效果有没有似曾相识啊？这边 T800的一个铭文，开关在这啊，我们可以去拿一个 Type C 的一个充电宝就给它安插上去，点亮，亮度还是非常亮的，是真的非常亮，很亮啊，一共就1档，还是不错的。然后接下来其他的一些配件，首先左右两边的这个支撑杆啊，警告条也是贴在上面的，虽然是一个啊塑料件
但是细节还是做的挺不错的。左右两根啊，你可以按照它说明书上去操作去安装就行了。然后这一根升降的控制器啊，这两个控制器的话一红一黑啊，也可以去掰动啊，非常还原。整个塑料件啊，但是涂装也是做的挺不错的。好，然后最后背板啊，这个背板铁链是真实材料啊，但是这个涂装，HT 的老工艺了啊，这边细节做的挺到位，背部啊也是有刻画到。然后我们去安装上去，安装实际上这个是挺简单的啊，对不对？左右给它去插一下，安插的时候当心一点，因为它塑料件啊很容易折断，所以你去安插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点点，不要直接大力出奇迹啊，慢慢的左右一点点去晃上去。哎，听到咔嚓一下就行了。然后最后一个在这，好，然后最后再搭配上一个脱档支架啊，实际上这个脱档支架你不装也行啊。然后整个地台我们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啊，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整个的高度啊也是比较高，我们用尺来量一下啊，整个的地台的高度的话在，看一下啊，差不多在34、35公分这高度。深度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个人就是留出一些空余啊，大概在20的话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边的话呢，也是20出头一点点，也是够用的啊。整个地台还是比较大的，然后你再放上主体了以后实际上也不会超过整个的这个地台啊。它这个腿确实比较紧啊，调节的时候还是得硬拉一下。然后我们把它头部这个点亮啊，刚刚我们没有给它展示，对吧？在这边开关，看到吧？这个亮度还是非常亮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睛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OK， 总结一下啊，这一款 T800战损 2.0， 我个人觉得是值回票价的，非常不错啊。这一款没有让我失望啊，特别是去年在展会上看到了以后，确实，不管是素体啊、配件、衣物、头雕，全都是有做很大的一个提升啊，也是怎么说呢，也没有敷衍玩家，对不对？包括手部的一些细节、胸口的一些细节，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我个人觉得，这款作品总体把玩下来，我个人的体验，起码是一个8分的作品啊。我觉得喜欢这一款的，真的可以直接去出手啊，但是也得看一下现在的价格，因为现在代理的单子也还没有出完，我们可以先等一等，等到代理全部出完了以后，价格稳定了再看。毕竟它后面还有个无损版，对不对？无损版出来以后，可能战损的会有一些价格的浮动，也有这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再等一等。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